2026年7月27日，港湾中心会停运。可真正值得注意的，不是它要停，而是它停了以后，新加坡南部这条客运和商业动线几乎不会出现断档。原来的码头要让位重建，新的临时码头却只挪了70米，而且还不是将就用的过渡方案，容量反而做得更大。这件事很像新加坡处理城市更新的一贯方式，工程可以开，经济不能停，乘客体验也不能明显倒退。今天这期我们就拆开来看，为什么一个临时码头要提前启用，还要留出并行运作时间？为什么它的使用期限会精确到2033年9月？这些安排背后，不只是施工管理，更是新加坡对土地、交通和商业效率的一整套算账逻辑。先把背景补齐，很多老居民对这里并不陌生。港湾中心的前身就是世界贸易中心一带的核心设施，它曾经承担过非常重要的门户功能，见证过新加坡港湾区最活跃的一段时期。问题是，城市在变，土地用途也在变。到了今天，这类早期大型设施如果继续维持原样，往往会遇到2个现实压力。第一，建筑和配套逐渐老化，运营效率跟不上现在的客流、组织和商业需求。第二，港湾区本身的地段价值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水平，同一块地如果继续低密度使用，机会成本会越来越高。Mapletree 也已经公布重建方向，港湾中心未来会转向更高密度的商业办公综合开发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单纯翻新，而是彻底换一种更高产出的土地使用方式。很多地方做到这一步，代价通常很直接，封路、停摆、商户流失、通勤受影响。周边几年都在消化阵痛，新加坡不太接受这种做法，它更像是在做一场换轨操作，旧系统退场的同时，新系统必须先接上。所以这次关键不只是重建本身，而是怎么把客流、航线和周边商业活动先稳住。临时码头就是这个接力动作里最核心的一棒。现在看最硬的一层，它到底怎么做到不断线？新加坡邮轮中心公布的安排是，位于港湾道5号的临时码头会在2026年7月7日启用，原有码头则在7月27日停止运作。中间这20天不是多余，而是非常关键的并行窗口。系统要测试，乘客动线要验证，船班切换要磨合，现场指引也要调整。真正成熟的基础设施切换，靠的不是某一天突然搬过去，而是先把风险分散掉。再看位置，新码头离原址只有大约70米，这个距离非常说明问题。它短到什么程度？短到既能保住原有的到达习惯，也能继续吃到港湾站周边现成的公共交通连接。对乘客来说，最敏感的不是工程规模，而是换乘是不是变复杂，步行是不是明显变长，找路是不是更麻烦。70米的意义就是把这些感知成本压到最低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个临时码头并没有因为名字里带着临时就做成低配版本。官方资料显示，新设施会配备25台自助值船终端，整体客运容量比现有安排扩大 50%。 这其实透露出一个很清楚的判断，施工期不是单纯守住现状，而是趁切换机会把流程数字化，把吞吐能力往上提。也就是说，在港湾中心进入重建的几年里，新加坡不是被动忍受一个过渡方案，而是主动把过渡阶段做成升级窗口。你会发现，这种思路很新加坡，它不把临时设施看成凑合，而是看成一段有明确任务的运营周期。任务只有一个，让乘客继续走，让航线继续跑，让商业现金流继续转。只要这3件事稳住，原址就能安心开工，城市更新就不会变成一场高成本停摆。接下来要看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细节，这个临时码头不是无限期使用，它的运营时限被写得很明确，到2033年9月11日。为什么连月份都卡得这么细？
因为新加坡在这类项目上算的从来不只是工程完工日，而是整块地什么时候真正完成角色切换。时间线先理一下，港湾中心重建项目预计在2031年上半年竣工，但楼建好不代表整个系统已经准备好。一个新的商业办公综合体落成后，还要经历内部装修、租户进场、商业配套完善、交通接驳微调、现场运营磨合，真正能稳定承接人流和功能，通常还需要一段缓冲期。所以从2031到2033年流出的这2年多，不像拖延，更像保险。它确保旧功能不会退得太早，新功能也不会接得太仓促。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土地不能空转。新加坡土地稀缺，临时设施可以占地，但必须带着明确的退出时间表，什么时候进，什么时候退，退了以后这块地接什么功能，通常都不是事后再想，而是前面就一起算进去。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很多大型规划都带着很强的阶段性，前一阶段服务施工，后一阶段服务开发，再下一阶段进入更高附加值用途。类似的长期逻辑，在巴耶利区空军基地未来搬迁和重整的讨论里也能看到，先腾挪，再重组，再释放更大的土地价值。放回港湾中心这件事，临时码头的意义就很清楚了。它不是一个孤立项目，而是整个港湾区价值重排中的过渡工具。到2033年，它完成任务后退出，土地就能继续进入下一轮开发安排。新加坡强的地方不只是敢拆敢建，而是每一步都尽量避免留下低效空档。再往后看，问题就变成了2033年以后，渡轮和相关客运功能最终会放在哪里？这里要把视角从港湾中心拉到整个南部海岸线。政府层面已经提出，正在研究在滨海湾海峡井，也就是 Straits View 一带规划新的大型邮轮和渡轮枢纽。公开讨论里提到的方向是把容量做到现有安排的大约 1.5 倍。这个信号其实很明确，港湾区原有的这套码头体系未来大概率不是简单恢复原状，而是逐步让位给新的空间布局和新的交通组织。也就是说，临时码头并不只是为了撑过施工期，它也像一个过渡桥梁，把旧港湾时代和未来滨海湾时代接起来。你可以把这理解成新加坡版的长期主义。一个区域如果要往更高价值的商业和办公用途升级，原本放在这里的交通枢纽功能就会被重新评估，是不是还适合留在原地，还是应该转移到更能形成规模协同的位置。滨海湾本身已经有滨海湾邮轮中心，如果未来再叠加新的渡轮与客运枢纽，整个南部的门户功能就会更集中，网络效应也会更强。从世界贸易中心年代到今天的临时码头，再到未来可能落在 Straits View 的新枢纽，这不是单个建筑的替换，而是一条很长的规划链。新加坡做城市更新，通常不是盯着眼前5年，而是把20年、30年的功能迁移一起考虑进去。所以你看到的表面现象是一个码头搬了70米，真正发生的其实是整片南部海岸线在重新分工。所以这次港湾中心改造最值得看的不只是新楼会长什么样，而是新加坡怎么把施工、交通和商业运营同时稳住。70米的位移，20天的并行切换，精确到2033年的退出安排，这些细节放在一起，才构成了真正的城市治理能力。对普通人来说，最直接的感受其实很简单，城市在更新，但你的通勤、出行和日常节奏不会被大幅打乱。这种平稳本身就是政策执行力的一部分。如果你经常经过港湾一带，你觉得未来这里更适合做商业办公中心，还是继续保留更强的交通门户功能？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，你还观察过哪些很典型的新加坡城市更新案例？如果你想继续看这种新加坡政策和热点的拆解，记得订阅频道，
后面的重点项目我会继续帮你跟进。